如果给世界上的连环杀手从杀人数量和残忍程度2个维度来做个排名的话，米哈伊尔·波普科夫绝对能排得上前3名。关于他为何成为俄罗斯人屠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因为自己被绿而想报复社会，有人说他是因母亲对儿时自己的虐待而杀人。这些说法最终都没能得到最终的证实，也可能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也可能都不是正确的。唯一确定的是，这个被称作俄罗斯狼人的连环杀手前后共杀害了84名女性，让他成为了俄罗斯历史上最高产的连环杀手。他以极度残忍的手段将大部分被害人肢解，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过着双重生活，一面是好丈夫、好父亲，另一面则是一个穷凶极恶之徒。这种伪装让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他被捕之后都不敢相信他是如此丧尽天良之人。今天就带大家来认识一下这个俄罗斯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米哈伊尔于1964年3月7日出生，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由于工作的原因搬家到了安加尔斯克，从此便在此定居。米哈伊尔从小对军队生活就非常向往，在青年时代选择了参军。在军队中的他锻炼出来了良好的军事技术和过硬的身体素质。退伍之后，他成为了一名警察。由于工作的原因，他结识同样在警局工作的妻子艾琳娜·帕夫洛夫娜，2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很快就擦碰出了爱情的火花。相处之后，2人决定成为彼此的终生伴侣。婚后的2人日子过得也其乐融融，至少在外人眼中很少看见2人有吵架的时候。同事们也都很羡慕2人的恩爱有加。没过多久，2人的女儿叶卡捷琳娜出生了。孩子的到来让夫妻间的感情更加浓烈。米哈伊尔对女儿关爱有加，他会花大量的时间来陪伴女儿。叶卡捷琳娜对父亲也非常尊敬，2人的相处方式像友人多于像父女。从事警察工作的米哈伊尔也非常受到邻居的尊敬和爱戴，勤劳刻苦是周围同事对他的第一印象。他很少缺勤，尤其对于扫黄和追查连环杀手特别上心。他还会很热心地调解邻里矛盾，经常为了查案加班加点地忙到半夜。工作和生活没有办法兼得，埃琳娜对米哈伊尔经常加班怨气很重，这也导致了埃琳娜的出轨。埃琳娜的出轨很短暂，但还是被米哈伊尔发现了。知晓此事的米哈伊尔并没有选择大吵大闹，他选择了原谅妻子。米哈伊尔从1992年开始犯下第1起案件。由于案件实在太多，无法一一给大家列举，这里给大家挑几起比较有代表性案件说一下。1992年夏天，有人报案称在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警方赶到案发现场后，被眼前的景象给惊住了。现场一片狼藉，一具全身赤裸的尸体横躺在地上，尸体身上有多处伤痕，初步判断为利刃所致，可能是刀子，也可能是斧子。死者生前有被侵犯过的痕迹，死亡了有一段时间。现场能发现的有用线索比较有限，案件调查比较有限。过了没多长时间，有人又在上次的案发现场附近发现了人体残肢。警方调查后发现了这次案件跟上次案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同样的伤痕，同样的被侵犯过，只是这次凶手将尸体进行了肢解，这也对被害人的身份确定加大了难度。现场同样没有留下太多有用的线索。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又不断有女性失踪被害的案件被发现，被害人大多是17到50岁的风尘女子。由于大部分遗体都被破坏掉了，多名受害者的身份当时都没有确定，大家只知道有一名连环杀手在附近出没。恐慌的气氛在当地逐渐蔓延开来，当地人大多减少了自己的出门时间，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下班后基本就不怎么出门了。由于案件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面对这种恐慌的氛围，警方也束手无策，只能以有限的警力来进行加班巡逻了。但这并没有阻止凶手进一步犯案的步伐，当地还是不断传出有女子失踪的新闻，凶手凶残的作案手法也让当地群众给凶手起了一个狼人的称号。1998年1月26日，一名17岁的女性到警局报案，说自己在回家的路上被人侵犯了。当时她被凶手袭击了头部，流了很多血，凶手以为她已经死了，所以没有做进一步的检查。当时她看到了凶手的样貌，凶手开的还是一辆警车，她在凶手的工作证上看清了凶手的样貌。接到报警的警方立刻让这么女子对警局的员工的存档照片进行了辨认，他很快从照片中找到了米哈伊尔，警方立刻找到了米哈伊尔进行对质。
当时大家对这名女子的说法是保持有怀疑的态度的，因为米哈伊尔的人设做得相当完美，警方很难怀疑米哈伊尔身为一个警察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米哈伊尔面对这些指控矢口否认，他的妻子也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警方也没有过多的纠缠这个自己人，他们并没有详细的调查米哈伊尔和妻子的说法是否属实，就这么把他和妻子的说辞当真了。米哈伊尔为此逃过了一劫，当地继续有女性失踪。米哈伊尔依旧忙于追查自己所犯下的案件。1998年，米哈伊尔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难以理解决定，他辞去了这个让他看上去前途无量的警察工作，为自己找了一份保安工作。这个决定让身边的人都为他觉得惋惜。从1998年到2000年，又有多名女性连续被害。从2000年开始，米哈伊尔停止了自己的犯罪活动，至此警方已知的案件就多达20多起，而对案件的调查一直陷入到僵局之中，并没有更多进展。2012年，这起案件一直在警方待侦破的案件当中，他们在做案件复盘的时候，发现多个案发现场留下车轮痕迹很符合警用车辆的特征。警方终于认识到凶手可能来自警察内部，或者说至少跟警方有莫大的联系，他们开始着手从警方内部进行调查。案发时当地的 DNA 检测技术还不成熟，现在 DNA 检测技术已经成熟，警方将在警局工作过的所有员工的 DNA 样本检测后跟案发现场的进行比对。终于他们在这一年将凶手锁定为米哈伊尔，警方迅速将米哈伊尔逮捕。在铁证面前，米哈伊尔也不再继续狡辩，他承认了自己犯罪的事实。至于为什么会突然停止犯案，米哈伊尔自己解释说，由于犯案目标都是风尘女子，自己在行凶过程中染上了毛病，这致使他杀人和侵害的欲望大大减少，他无法再从这些事中得到强烈的满足感了，所以才会停手。而杀人原因也很简单，自己只是用自己的手段替警方完成扫黄工作，只是手段比较极端而已，警方应该感谢他的突出成绩才对。米哈伊尔的妻子和女儿都不相信他是这样一个人间恶魔。米哈伊尔的女儿还说自己的父亲永远是最好的那一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身上有过伤痕。周围的邻居和他以前工作的同事也很难相信这个看起来非常正直的前警员会是一个致命的连环杀人犯。警方提起了针对米哈伊尔的杀人指控，罪名包括22起一级谋杀罪。法庭上的米哈伊尔承认了这些犯罪事实。2015年他被判无期徒刑，2年后2017年米哈伊尔突然接连爆出了另外62起案件，并带领警方找到尸体，这让他的受害者人数达到了84人，成为了俄罗斯杀人最多的连环杀人犯。警方针对这些案件又再次提起了诉讼。这起案件原本应该被判死刑的，但俄罗斯很早之前就废除了死刑，所以米哈伊尔会被关在监狱当中直到老死或自杀。至于米哈伊尔会成为连环杀人犯的原因，警方做过猜测，可能跟他母亲有关。米哈伊尔的母亲是个嗜酒如命的女人，喝醉酒之后就会打米哈伊尔，这些虐待导致了他对喝醉酒的女人有强烈的怨恨。他挑选的作案目标大多也都符合这一条件，但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得到米哈伊尔本人的证实。至于真正的原因，可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本期案件分享就到这里，欢迎在留言区写下自己对本案的看法。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也请多多点赞转发支持，点击订阅可以随时收看本频道其他节目。下期见。